但是我现在讲到就是说，很多人也参与到了这个论文门的讨论里面。当然，桃园市议员牛许婷，他也质疑了蔡英文。然后呢，但是他是伦敦政经学院的硕士毕业，他就持的看法他比较不一样。他认为说，就是说有2个部分可以证明说，蔡英文的或许他的博士学历是没问题的。一个是说，中选会啊，他一定要在他选举的时候，就是要来去求证说他的学历拿到的对不对，所以中选会去英国求证了这个部分，中选会确认无误，这是一个。他另外一个，他拿出了赖信元曾经也替蔡英文背书，所以他认为说这个论文到底有没有或是真或假，这个会陷入一个泥淖当中。我们现在听听看牛许婷他怎么讲，我们等一下再来听彭批怎么谈论。现在的战术反而是我们让你去炒论文。这牛许婷议员就很有趣了啊！他支持蔡英文或者是反蔡英文，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是说你的理由是什么啊？你推论的理由是什么，我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那我觉得呢，现在有一种阴谋是说，想办法把蔡英文的问题导到国内任用的问题，不要让他在英国端没有论文这件事情变成重点。那你在台湾就可以用历史共业解套，就说他只是因为当时教育部的任用过程中有瑕疵，好，有瑕疵是谁的错？是当时的教育部的错，所以这样可以让所有的犯罪集团的人饭团通通不用变成御饭团，就可以免除这些所有饭团的牢狱之灾。这招是高招，但是很早就被我们破解了。就是他们要讲说，停损点就是论文学位应该没有问题。他的问题是出在后面什么题目写错啦，被查了3、4次啦，或者是这个怎么搞的这个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啊，那为什么可以这个副教授，然后为什么是3无副教授？为什么没有审查？好，最后通通站出来鞠个躬就好啊！对不起，当年呢，这个政大跟教育部审查的过程确实是有瑕疵，那都不是我的错咯。那有瑕疵的人现在大家都80岁了，也过了法律追诉期了，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大错特错。那牛许婷的这2个推论呢，我们来看看合不合逻辑。他讲到第2个就是有证人啊，赖信元。赖信元只是号称有一段时间跟他住在同一个房间，做他的室友。他只是说蔡英文把他的打字机借给他啊，那这个没有办法当证人嘛？如果这个算证人的话，那萧美琴也可以当证人啊，陈其迈也可以当证人啊。你去叫谢志伟，你看他愿不愿意当证人？他们都愿意当证人啊。好，所以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那听说还有40%的人相信蔡英文的学位没有问题，这随便找一个人来也可以当证人啊，对不对？那另外他的第1点谈到什么？他第1点谈到说这个，因为选举的时候中选会啊都会再次的去确认他的学位，所以送到英国去确认之后回来，中选会确认没问题了，所以说这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啊。好，这个就很有趣，各位去看看。他参选的时候，中选会那个所有人的章都是跟伦敦大学核对的，他不是，他盖了一个蔡英文的私章。各位去看看，这就好像徐福，我们去做一个伪钞，然后上面呢不是盖假的中央印制厂的章，而是盖我自己彭文正的章，说你看彭文正背书说这张钞票是真的，蔡英文当年选中选会的这个骗中选会就是用这一招。所以当时中选会也好，驻英代表处的时候的处长就是张晓月，结果张晓月呢，在政党轮替之后，不但没有这个在家喝西北风，而且还当了海基会董事长，这是一个陆委会主委，当完以后又当海基会董事长，这2个位置是两岸的最重要的位置，他直接从一个驻英代表处一个小小的处长，嘣的一个3级跳，你看你驻英代表处处长，你接下来要历练，你至少还要历练一下欧美司，然后到驻美，然后你回来可能还是外交部次长，外交部次长可能历练个几年之后才有外交部长的可能性，他不是他在国民党期间当驻英代表处的处长，民进党
蔡英文一上任之后，帮着4级跳，担任了陆委会主委，后来要当海基会董事长，这2个位置，现在在当奥地利代表，好像是，这太巧合了啊！而且各位去注意一下，蔡英文的学历认证，别人都有官方章，独他没有。还有，一般正常人的学历认证是这样认证的，我们签授权书，这我都签过，因为我的学校是属于芝加哥办事处，我签授权书，台大行文给芝加哥啊，为什么是行文不是打电报电话？因为他要去比对证书，所以要把证书拿给学校看啊，所以呢，他会用这个邮寄的方式。好，那英国伦敦一般人就是到了办事处之后，办事处要跟学校联系，啊，所以这个来来回回，正常人大概3到4个礼拜可以认证。你知道蔡英文花几天认证吗？几天？3天。三天就认证，也太快了吧？正常人对，礼拜3，对他，而且还是头加尾算3天。比方说礼拜3认证，礼拜4、礼拜5，认证就下。所以这个牛许婷议员应该，如果为了你们伦敦政经学院的校誉着想，你真的应该追根究底，这里面的细节真的不是像你想象的，那绝对也不是说有一个证人就可以证明，他有同学，而且赖幸文根本就不是他的同学，念的东西也不一样，是那代表处现在上面的章完全不同，跟一般正常的认证过程完全不同，所以这些代表处的人。将来都会被我们传成证人，然后呢，我们会把他在可能性的情况下，包括赖幸元，会把他用证人转被告，让他们一起去预饭团。不过这个你说到证人，因为坦白说，我大概是去年4月，大概论文开箱节目开始之后，大家比较了解，但是。原来有一个证人说，他曾经在英国看过蔡英文的论文。这边我就想要来问一下彭丕了，因为我这边看到的是，林焕祥教授他在他的脸书上面 po 到这个人，这个是一个辅大的教授，叫做姚孟昌，辅大的助理教授。然后呢，他这边字我放大一点。我在伦敦大学读法律博士班时看过蔡的论文，他的论文就藏在这个图书馆里面，而且纸本只有1本，而且因此是限阅的，必须要提出需求才可以出借等等。然后呢，当然呢，我看到这个包括林焕强老师，他有提出了很多的质疑，不过中间他有说这个。是不是他是彰化和美证人跟姚嘉文是有亲戚关系？这不知道，但是他认为说这样子的说法完全的不合理嘛，因为之前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说这3个图书馆都已经证实根本从来就没有进去过蔡英文的论文，那不知道这一位姚助理教授跳出来当证人说他看过，彭丕之前有认识这一位所谓的自称看过的这个姚助理教授吗？我不认得他，不过他这个大作我在2019年就看到了。那对，各位去看看这篇文章，听说已经下架了。哦，下架了，因为他被质疑之后不见了。好，那蔡英文的论文在2019年以前呢，是没有出现过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所以这个姚孟昌教授真是厉害啊，他看到了。那我尊重他，他看到了没有关系，我会把他传来当证人。他再讲一次，他看到我当庭就告他伪证罪，7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先把他放到一边，等到这个预饭团打包的时候再一起结账。那他说的道理我们来听听看。他说在 Stanley House Library， 那他显然就是假的，因为他就一定是不了解英国伦敦大学的整个学制的情况。最可能一定要有的图书馆叫做 IALS 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理论上是 IALS 要有一本，伦敦大学的 Stanley House Library 要有一本，对，伦敦政经学院的法律系自己系上绝对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毕业生的论文，所以我们当时讲过，说你至少在伦敦大学跟政经学至少要3本，3本之外加1本。再讲一件事情就是。
每一个指导教授自己的博士生的论文一定会给指导教授一份，所以他的指导教授如果是 Michael Elliott 一定有一份。对，你知道我们跟 Michael Elliott 的太太联系过，他不敢回应，如果他也不想回应，对，如果真的有的话，他先生的书架上一定有一份。对，因为一个人一生当中指导不了过太多博士生，再加上 Michael Elliott 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短短的待到了1983年，他就跑去跟那个柴契尔夫人竞选，然后就离开了学术界。所以我判断如果真如蔡英文吹牛的说他是他的指导教授，那他很可能这一生当中只指导过一个学生一个博士生，他更是不会不认识他，更是不会不把他的论文保存起来。所以在姚梦上讲的笑话真的是就是我们真的就是茶余饭后了那我也估念他，因为2019年大家选战选到眼睛都红了嘛，所以可能有点恍惚啦。那现在事过境迁，已经过2年，如果他还是持这样的说法，他真的看过的话，那我们就要请他到法庭上作证。对，最后这整个案子打包之后呢，他就会变成赠品一起结账。对，因为不只是为什么会又把这个姚助理教授 Q 出来因为这个最近大家就是呼应刚才在讲说，大家要找证人嘛，要找同学，那有时候说自己看过的，但是因为证据越来越多出炉你的说法如果都不拢的话，刚才彭明就讲这个很容易就打脸了。但是呢，回到刚才讲说相信不相信，你要把相信的人找来当证人也可以。不过我看到这个林濁水前委员他在看到先前台湾民意基金会不是调查了那个，所以你相不相信蔡英文没有论文这件事情，有28.4%的人就是相信蔡英文没有论文这件事。但是他说他另外观察到一个数字他说值得警惕的是，对学历最在意的军公教居然相信的高达52.1%。他说这肯定是个麻烦，但他就是写到这里。我看到，所以底下的留言有很多，有蓝有绿的包括有人在讲说当然啦，军公教就是偏蓝嘛，就是深蓝，所以他们当然就是相信蔡英文没有论文。然后呢，但是我底下我有看到有人在分析说，因为什么这一群人最不相信？他说，如果你去调查那些如果是念到博士或是念到这个硕士以上的，不相信的人更多。他说，因为军公教人员最在意的是什么？就是学历这一块。他说，因为可能他们不管他们的升迁过程不管他们在任职的过程里面，学历会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要件。所以52.1%的人不相信蔡英文的论文。那个林浊水认为是一个麻烦大了。我不知道彭明怎么看这件事情。好，52%的人军公教那法官是不是军公教？对呀，是啊。所以司法官里面是不是会有超过一半的人不相信蔡英文的论文是真的？那麻烦不大吗？他们现在只是折于淫威嘛。好，那我曾经说过我在台大的同学，好大一票，开同学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相信，蓝跟绿那已经是1年半、2年前的事情，选前的事情，没有人相信蔡英文的论文是真的。大家嗤之以鼻嘛。所以举凡一定知识水准以上的人不会相信，特别是念过硕博士的人。好，但是1450会说，你看40%几的人都相信蔡英文的学位是真的。各位不要忘，台湾念过硕博士的人，知道什么叫做论文的人，念过硕博士的人，一定在2成以下嘛。好，或者家里面有很熟的人念过硕博士，他去请教过意见的人，在2成以下。8成以下的人根本不知道学校是怎么授予学位的，也不知道什么论文，什么伦敦政经学院，什么都不知道。那别忘了，这8成的人当中，大部分呢也是不看这个网络上面的这些是密集重叠的。所以如果你不看网络，不管是学府的节目、我的节目，或者是风传媒，或者是，那你会永远不知道，你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论文门这件事情。台湾现在，所以这个民意调查其实刚开始可能要再问一下说，你知道论文门是什么吗？来知道一下说到底，在蔡英文屏障的非常好的隔绝了论文被讨论的这个主流媒体，
台湾到底有多少人知道有这么一件事，还先不要讲相不相信，也不要去问他知道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的判断，台湾根本不知道论文门的人应该还在50%以上。好，那这50%呢？那知道的人当中又有很多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数字不是一个什么问题。但是林卓水讲这个麻烦大了，确实，因为军公教是台湾的选票或者社会的安定力量。军公教都是蓝的吗？我也不这么认为。大多数是蓝的，我也不这么认为。如果军公教大多数是蓝的，蔡英文就不会有817万票。那817万票肯定是假的。对，因为我特别看到林卓水在他的留言底下回复，就是说什么军公教都是蓝的。林卓水自己都认为说，我不认为军公教现在都是蓝的。他认为说，后面年轻的军公教或是中生代的军公教，这个说是蓝的，这个都是刻板印象。他甚至还认为很多什么是天蓝独啊，或者是认为他倾向的是中立，或是支持民众党。这是林卓水他在他自己底下留言回复网友说，哎，军公教都是蓝的这观点，他自己也提出这样的想法。是的，军公教我甚至怀疑蓝的有没有超过一半啊？那如果军公教都是蓝的，或绝大部分是蓝的，那我们就不会碰到国家机器全面的围剿了。那些国家机器不就是军公教吗？所以这个说法并不正确。不过我觉得林卓水这个说法是其实在说这个大事不妙的意思是说，台湾的知识分子跟有能力判断论文真假的人，在重重的讯息屏障之下，还强势过半，认为蔡英文是假学历、假论文，证明什么？答案很简单的嘛。而且这个过半的这个数字会越来越多，等到他下台的时候，而且现在开始讨论这个事情的媒体的人会越来越多。等到我们的书呢畅销热卖，会造成全球热议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人看清楚这件事情的真面貌。对。这个接下来我还要再问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也看到林欢强老师最近虽然说之前讨论过，但是他最近还是想要请问说，内政部、考选部、外交部、法务部还有教育部这么多的部会，他纠结的这个点在于1987年，因为他认为说，到底为什么蔡总统在1987年发生了这么多说不清的事情？1987年他在政大任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去纽约州参加了律师的资格考试？然后呢，1987年那个当时不是教育部有说什么他在准备什么国家考试，到底准备哪个国家考试？还有那个所谓的神秘的甘乃迪女士的认证函也出现在1987年。我想请这个角度来请彭皮讲说，1984年、1985年那时候他刚什么不管怎么样方式，反正到了台湾在这边任教，为什么在1987年这边会出现了这么多的事情也好啊，这么多的蹊跷也好？这一年他可能发生了什么状况吗？对，林环江教授他的观察非常的细微。蔡英文号称他1984年3月份拿到学位嘛，对不对？对。那他1983年就到东吴教书，所以第一次被提报说他其实1983年8月以后全年都待在台湾了。那1984年之后，他又陆陆续续从客座副教授变成了正式的政大的专任副教授，这个过程就是不断的被问到他的证书、他的学位不断的被认证。1987年又被认证了一次。这世界上可能没有人像他这么衰，就是像我们就是一次就认证，那你说以后是选举不算，他1987年应该是被认证，被要求第3次去认证他的毕业证书，那才会出现了甘乃迪文件。好，那甘乃迪这个 PC Kennedy 这个人是人是鬼呢？是在月球上还在火星上？到目前为止，法庭上见了啊，因为我们手上有一堆的证据。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林环江教授讲到一个非常有趣而且非常神秘的一个点，就是他在1987年竟然去取得律师执照，在美国纽约。我听过美国纽约律师告诉我说，美国纽约律师如果考上还要经过宣誓，还有一段很长的这个时间。那除非你有办法在纽约长待，好，再加上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台湾过去的留学生在美国纽约考律师执照，虽然不是说很难啦，但是也不容易。我听到的同学，我周边都是台大同学，平均大概是考2次。哇！在1980年代考2次，对，没有人，
当然有了啊，有神人一次就考过了，可是平均考2次，这平均考2次还算是客气的，因为考3次、考5次、考8次的不会讲嘛，不好意思讲嘛，对不对？所以你看看说，这个其实不是想象中这么简单，而且每个人都告诉我说，他们都有去补习。你知道那个年代没有网络你是不可能在家网络补习的，他们都去补习班补习我没听到有一个人考纽约 bar 是没有补习的，我到目前为止，当然我的 sample 可能不够大。是蔡英文可以在台湾教书，台大的朋友都要这么拼命，就是要补习，然后考2次才可能考到。要补习。那蔡总统的说法是说，我一边在教书教一教，想到那我就飞去纽约考一下就考上了，这是天壤之别啊！我开始怀疑纽约的那个律师执照是用抽签的吗？就说去报名一下，然后去凑一下热闹，看抽中没有，抽中就回家。你知道我们都在美国念过书，都回过台湾教书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还可以准备台湾的那个国考，就是考那个法务类的高检我又再吹牛一下，反正我就考过了，我差3科就考过了。我原本想说回台湾呢，把这3科补上，因为它是3年内考过，就算考过，就算那个连续3年内。结果回台湾教书，我是一本书都没办法念完。可见你刚回台湾的时候，你要准备上课，全部是新东西教材，然后一回来就要面临什么升等著作，压力一大堆，那是很累的。你有办法回到台湾来准备纽约的律师执照，然后再飞回纽约去考试，一试中地，然后还可以飞回去，在那边等一段时间，还要在那边做宣誓，才会拿到纽约律师执照。匪夷所思所以呢，现在当然在纽约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开始要调查这一条线。你把伦敦英国人给蒙了也就算了，你把美国人也给蒙了，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真的不寻常。我可以很肯定的认定以蔡同学这一生都在走后门的情况，你看这个国家考试律师他不考，他赶在检核的最后1年搭最后一班末班车走后门去检核，而且他检核的资格根本不符合，因为你要在法律系教主要法科，他教的东西都不是主要法科。我讲主要法科是民法、刑法、诉讼法、宪法这些东西，所以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他当初是怎么检核过的。结果你看律师考试检核然后博士的学位到现在为止呢，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可能性去证明他是真的。那你说他的美国律师执照他会好好考吗？我真的觉得很怀疑。所以我说这个蔡同学的这个一生拍成电影那真是精彩我现在还找不到女主角是谁哪一个人要如此牺牲色相，不顾名誉，又走在路上被人家丢鸡蛋？我们现在先来征求一下，看看谁要当女主角。这个大家如果有特别的想法，说女主角谁来扮，如果说要拍成电影的话，谁来扮比较适合，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留言。不过我特别注意到林环强在最后他讲说，他要再次提醒伦敦大学跟伦敦政经学院都是有停损点的。一旦海湾论文们的调查逼近了校方的停损点时，他们是会跳船的。我想到这个，在去年年底有一场，就是说英国我们还在等一场官司，就是说它的进度。那现在新的1年了，这个官司的进度会不会跟这个所谓的伦敦大学或者伦敦政经学院他们的停损点是有相关的？现在的整个官司呢，还在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行政诉讼也是，那刑事诉讼的部分跟民事诉讼的部分，我们也在筹备当中。当然，我们要面对的很可能是像这个Bad Blood 这里面这个 Elizabeth Holmes 准备了1.5亿美金，在跟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打官司，所以我们也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我觉得似乎不需要走到那一步，因为我们现在手上的东西已经很清楚的可以让伦敦大学站出来说实话了我必须这么说。那各种方面的火力都已经集中了，我本人还没出手我自己本人还没告进去这个是一个等我启动了，这个事情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结果。那为什么我一开始就启动呢？因为我们在等待更多的证据，必须铺陈。那将军要抽居，目的不是抽居，是要将军，所以我们的节奏一直都在我们
谨慎的掌控中。所以彭比讲的是说，其实还有等待更明确的证据，或是说更多这个像过去大家就一听到非常惊讶的证据会准备要出炉，这时候到时候伦敦大学或者伦敦政经学院他就必须要出面来做一个不可回避的回应了，是这样子吗？对，伦敦大学必须跳船了，因为伦敦政经学院已经跳船了，他否认了所有的东西，包括他的法务主管说，我们这边有蔡英文的学生记录等等等，他现在是改口了，没有，我们什么都没有，请你跟伦敦大学要，所以伦敦大学心里面一定很闷呐，到现在一定闷得不行。各位一直忘记一件事情不管你伦敦大学跟伦敦政经学院怎么推，伦敦政经学院的法律系到现在为止一句话都没吭今天徐普，如果有人说你政大新闻系是假的，你觉得你政大新闻系的老师不会跳出来捍卫你吗？会在那边说去问政大，对不对？应该不会人缘差是吧？好，没那么差。有可能说去问政大不，你去问传播学院，然后政大新闻系完全不说话，这也太好笑了吧？是，彭比点出来一个关键点，就是所谓他的伦敦政经学院他自己修的这个系上面，似乎真的非常非常的静悄悄。不过在谈到这些状况之外，最后我想要问一下彭比，就是有关于大家最近这2天，我感受到了台湾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恐惧感，就觉得说疫情好像是不是要卷土重来，大家都很担心。同时也看到这美国的例子啦，就是美国好像之前有大约1天的时间100万例的这个确诊。我不知道彭比在美国你的感受，现在是不是疫情又回到所谓2020年初的那个状况，有那么严重吗？我没有感受到，但是你知道美国人对于这种疫情的事情用另外一种哲学跟态度在面对。但是疫情确实有点反扑，可是我没有听到有很严重的状况。我儿子的篮球教练得了 Omicron，然后所有人都你看篮球教练跟选手应该蛮接近的。是啊，这个是大家就隔离一下，然后检测一下，然后他们做的蛮严密的。他们的学校就是说，你一定要做完检测，然后开学日当天一大早。学校全部安排做完检测以后就直接送回家，第2天开学日每个人送一个那个学校给你们每一个人1盒的那个，你要在家里面自我检查，检查完了之后才能到学校。好，所以因为他们过了一个寒假，结果你知道吗？他们学校大概有500个学生，检测出来多少阳性吗？你猜猜看。500个学生，所以会有大概200人吗？会有这么多吗？100人，他们学校才500人才500人，美国要亡国了他们学校500人的话， 5000人，大概有个50个差不多吧，20会吗？20个已经很惊人了，500个人就20个，就是从篮球教练那边传播出去的。对，所以这样讲起来，如果2亿的4%应该是800万吧？对。所以美国，单日检测就有800万人啊。如果是这样子类推，所以在美国其实蛮严重，但是我们没有什么感觉，原因是因为我们就把口罩戴起来。然后NBA 还照打，我不知道最近打了没有，反正我去看了那个 Stephen Curry 的3000个3分球。你有去现场？对，我看到。哇！你知道我误打误撞因为我最近很忙，我 NBA 很久没追了。是。然后就让我高兴，就带他去看纽约的那一场。现场对，刚好碰上这一场。哇！3000个3分球。那这其实 Stephen Curry 的故事，在这场球赛里也是蛮值得我们有给我们鼓舞的那个意义在。你知道他上半场出手7次只中1球是，而且到了第3节还没打完前，都还没有进到那个3000颗的3分球，就想今天这一场完蛋了。然后那个3分球进了以后，哇，全场欢呼。Stephen Curry 什么表情你知道吗？一直摇头，脸上丝毫没有喜悦的表情，因为他觉得今天打的实在太烂了。所以什么？所以前半场烂没有关系，对不对？后半场好就好了。所以我说嘛，很多人安慰我说，很多人就说官司又输了，你会不会难过？我说国父革命前面10次都输啊，
我赢前面干嘛？我赢第11次就好了，前面10次都让你啊。所以论文门的官司也是如此，最终审我赢就好了嘛。对，没错，这个当然刚刚特别要讲这个，就是希望说大家都很担心疫情卷土重来，然后也听到美国状况，所以我看到很多观众朋友也担心说，希望彭批保重了。那当然面对疫情，很多未知或是很多难解，但至少大家打过疫苗。就说这一次的疫情虽然传播速度很快，但我也听到很多的医学专家讲说，至少重症啊，或者是说像过去那个医疗瘫痪的状况，比较好像没有出现了。对，所以我听到周边很多人得了哦，在美国确实得的人很多，因为美国比较松懈，它的政策不是锁国，它是一样开放，让大家进进出出过正常生活 ，NBA 照打，学校照样，舞会照样，连校园的舞会都照样啊。但是他们会要求你要注射2剂疫苗，对，那你才能进来。到旧金山去吃饭，任何一个场合都要拿那个 vaccine 的那个证明，然后如果你还得了的话，那就把它当流感。大概是这样子。那我周边听到这么多人，也没有听到重症啦，所以当然事后诸葛啦，到底哪一种防疫政策是对的？对，很难讲。不过我觉得台湾用锁国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是政府在便宜行事啦。不过我觉得最不可饶恕的是，请问现在还有人在讲高端吗？没有。那请问3个月前我是记得贵吗？那打了高端的人不是觉得，莫名其妙，我给我帮他顶掉哟？那我那2针是白挨了吗？怎么没有听到大笨钟出来讲2句话呢？大家就忘了吗？我觉得台湾的民众真太善良了，这在美国被告死了，我跟你讲，告到非洲去了。高端的民众大概就是摸摸鼻子认了，哎，这个一片赤诚之心呐，就是奉献给党了。那现在就是赶快有加强针啊，或是有补打的，就赶快去补打。不过刚才讲到，到底是说防疫要锁国，或是说跟病毒共存这一点，台湾到底要怎么做不知道。但是最近最后一点点时间，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说很久没有 cue 陈时中了。陈时中最近被问到这个问题，因为呢他说这个疫情很危险，所以但是呢，因为大家说那如果疫情很危险，那美国你要把它再改成14天，就是你入境从美国回来14天入境全部都要隔离吗？然后呢，陈时中只隔离了10个的非洲国家，然后美国不隔离。那大家说，不是啊，那你就是政治防疫嘛。如果你防疫的逻辑是同一个的话，那你照理来说，美国跟这些非洲的10个国家一样，都要14天入境就要隔离，不是什么7+7什么给你选。然后陈时中的回答是说，那法国也很严重啊，那法国都很严重，那要先隔离法国，所以大家都觉得说，这个陈时中感觉乱了套，在问你美国的时候，你就拿法国来背书，说法国也很严重，那大家都很严重，所以我们的政策就先不要管这些了。所以回过头来讲了，还是政治防疫，就是没有说你到底你的防疫的作为是要哪一套的做法，看起来是没有啊。对啊，原本不是说世界不是只有美国吗？现在怎么搞得变成世界只剩下美国？对，就是这大笨钟，其实大家已经看跨跨卡丘啊。我只是觉得台湾民众真的是很逆来顺受啦。你就讲那个高端神话好了，现在就当做没事，拍拍屁股就走人，就当做没发生过，好像过去我们发生过的这件事情是我们做梦梦到的幻觉，醒来以后就当做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哪有人这样子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把拍掉，输了以后把牌桌掀了人就走了？这我觉得太离谱了。对啊，就变成没打高端的人就想不关我的事了啦，然后打了高端的人就想摸摸鼻子认了。现在感觉起来大家的心理状态是这个样子了。不过那个还是注意一下这个彭批这个现在的疫情状况，当然希望说大家都保持身体健康了。